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太拼了，小城大事高空掙扎戲無替身，猛圈反應看哭網友。趙麗穎拍戲被真道具砸猛，卻成就了2026年開年最真實的鏡頭。小城大事這段高空砸戲花絮曝光後，24小時席捲熱搜，網友炸鍋，現在連挨打戲都要演員親自上了。可偏偏這個不划算的選擇，讓劇集未播先火央視收視率破2%，騰訊視頻熱度直飆至23000加，預約量早早突破100萬大關。在替身和特效氾濫的當下，趙麗穎硬是用肉身扛出個內娛敬業標杆，這波操作到底打了誰的臉？鏡頭裡，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鎮長正在整治亂扔垃圾的陋習。為還原80年代粵海鎮的髒亂差，劇組玩真的從高處直接拋擲輕質安全道具。雖然做了防護，但墜落物的速度和衝擊力肉眼可見。趙麗穎結結實實挨了一下，瞬間呆住，眼神發懵，揉着被砸部位緩了好幾秒。導演沒喊卡，他愣是擠出個無奈的笑，立馬進入狀態繼續拍。這段花絮後來被制成我是誰我在哪表情包瘋轉，網友一邊玩梗一邊佩服，這哪是演技，根本是本能反應。小城大事講的是溫州、龍崗農民建城的真實歷史。趙麗穎演的基層幹部李秋平要帶領群眾在荒灘上造新城，為貼近角色，他剪短留了5年的長髮，素顏出鏡，主動曬黑皮膚，甚至增重10斤。指甲縫裡藏泥，零下5度的雨天拍戲不用替身，拍抗颱風戲份時在泥水裡泡了12小時，結束後直接發高燒。黃曉明也顛覆形象，減重15斤，曬出黝黑膚色，穿着打補丁工裝，學農民外八字走路。劇中他和趙麗穎一文一武，從互相較勁到成為搭檔，把改革開放初期沒錢集資、沒路硬闖的韌勁演活了。這不是趙麗穎第一次自討苦吃，拍《宮鎖沉香》時墜馬留下腰傷，至今片場休息時常不自覺扶腰。《楚喬傳》在沙漠時拍背拖行戲，磨破10套戲服，風吹半夏裡，要求對手演員真扇耳光。從花千骨的妖神到知否的盛明蘭，再到幸福到萬家的何幸福，他專挑難啃的骨頭。非科班出身、農村娃、中專學歷，這些標籤早年常被說戲路窄，他卻用10幾年時間，從跑龍套變成扛得起央視大劇的女主角。小城大事的幕後班底是頂級配置，導演孫浩拍過《慶餘年》，編劇袁克平寫過《大江大河》。劇組為還原歷史，一復刻80年代場景，連建材都專門收集舊料，手繪施工圖紙。更讓人唏噓的是，這也是實力派演員朱媛媛的熒屏遺作。抗癌期間，她瞞着劇組堅持拍戲，鏡頭前神采奕奕，鏡頭後卻強忍病痛，休息時緊緊捂住腹部。這份敬業與趙麗穎的拼勁遙相呼應，趙麗穎的固執卻悄悄改變了行業規則。去年客串《逍遙》時，為兌現10年前與導演徐紀周的口頭約定，她降薪1/3的片酬，調整檔期，在劇中僅出演3分鐘反派。沒想到這3分鐘戲份讓劇集預約量暴增600萬。從仙俠劇與鳳航的碧蒼王到小城大事的造城幹部，他證明了好演員能駕馭3界風雲，也能扎根人間煙火。如今85後花旦轉型不易，趙麗穎卻像劇中李秋平一樣敢想敢幹。劇中李秋平動員農民賣宅基地籌錢，帶領大家填灘圖建城鎮。劇外趙麗穎用實打實的表演，打破流量明星不敬業的刻板印象。張藝謀曾評價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，而小城大事中那段被真砸的猛圈反應，或許正是天花板被撞開時掉下來的最真實的碎片。
當摳圖、替身成為某些劇組的常態，趙麗穎的笨辦法反而成了觀眾眼中的清流。但這份敬業精神的背後，是腰傷復發的風險，是零下氣溫中浸泡12小時的煎熬，是被真道具砸中的疼痛。當心疼和敬佩的彈幕刷屏時，我們是否想過，演員到底該為角色付出多少？這場關於真實與安全的博弈，究竟有沒有完美的答案？2. 這一次，褪去戾氣遙遙領先內娛的趙麗穎，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。一般來說，到了功成名就的階段，演員更應該注重自身口碑，否則依着不慎滿盤皆輸。周迅一部《如懿傳》直接被打擊到，孫儷的《甄嬛傳》是口碑永流傳，而如懿是新3年舊3年，縫縫補補還能再吐槽3年，積攢的好口碑一朝潰散，演技也被質疑得死死的。對於周迅來說，這絕對是不划算的。像黃曉明，眾所周知的，演一部好的，舊的獎勵自己一部霸總，明明演技是可提可放的存在，結果愣是被反覆橫跳的狀態給活生生拖累了。總歸是口碑存在質疑，誰知道他會不會突然間演技一跌呢？當有了質疑，口碑就不那麼能保證了。黃曉明搭檔趙麗穎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原名《造成者》，比劇情先來的是預告一出現就對於黃曉明的反感。誰能想到最後一出場他卻成了戲演？本是衝趙麗穎去看的《小城大事》，卻生生被黃曉明先驚豔到。褪去油膩裝腔作勢後，黃曉明賦予了鄭德成這個角色腳踏實地感。灰撲撲的襯衫，白色內搭，跟背景直接融為了一體。小城大事跟以往的年代劇圍繞家庭展開的雞零狗碎不一樣，講述的是一群領導班子在貧困年代造成、促進發展的故事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，當沒有基礎的時候，如何破局，就是小城大事的核心。如若拍不好，就會變成虛無縹緲的喊口號，但鄭德成一出現，這些虛無都落地了。作為領導，他沒有領導的架子，一如他名字一樣，真的誠實。臨近選拔，他依舊能因為別的事險些耽誤自己報名，拿個煙盒子寫了一段話，就這麼匆匆跑去了。碰上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秘書，兩人第一次交手，他不懂大學生李秋萍的陰陽怪氣，一句裡頭悶，略帶口音，又特別接地氣，真誠但不落俗套。知道這話的意思，第一反應是先去回去，有點自己的脾氣。最出彩的一場戲，大概就是為了爭取做粵海的書記，發動了很多人自發選擇跟他去打造粵海，出錢出力的畫面。黃曉明演出了深得人心的好領導架勢，粗糙鬆垮的面容配上憨厚老實的陪笑，憨中帶着一點精明，3分演3分真實，分寸拿捏得極好。以戶口換資金，用萬元戶的力量換取粵海最基礎的建設，才能有後來女主李秋萍的那些布局。所以說，最開始的戲演是黃曉明，而非趙麗穎，因為李秋萍確實太文質彬彬了，打江山之初用不上李秋萍。李秋萍的布局建設圖很用心，在爭取當粵海領導的時候，鄭德成確實一眼看上了布局圖，心中早就有了從頭到尾的謀劃。但李秋萍沒有這一步，她作為那一代最初的大學生，有幹勁，沒有接觸到底層的踏實，是相對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學生。領導階層還未進行轉變，他知道自己輸了，後來也就認了，真誠恭賀鄭德成，自己在一步一步當中邊學習邊進步。趙麗穎在劇開播之初就說過，這次是她演的內核比較穩定、積極向上一點的角色，而且還有一點點幽默。說着說着，
趙麗穎大概是想起自己之前演的角色，笑着來了句：“之前演的角色情緒都不太穩定，這回是真成熟了。”趙麗穎這回是真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變化。李秋平讀過書，學識穩，即使家裡很鬧，也不影響到他，全程穩定自然。就算是被鄭德成蛐取，也只是平靜地形容一句：“鄭德成是裡頭悶。”這何嘗不是一種進步呢？作為非主流，不講戀愛，沒有狗血的故事，《小城大事》一開播，更是拿下了耀眼的收視率，飛速飆升的狀態。2025年的趙麗穎一路被蛐取，先是醬園弄客串，片段台詞被吐槽，撞牆作死，一字一頓，像是背課文還不熟練。結果當正片上線網播之後，才發現在正片裡面，趙麗穎的台詞一點問題也沒有，沒有了斷章取義，她依舊是她，演技發揮格外穩定。後又是長時間不出現，既沒有新作品，也不出席紅毯，再加之莫名的緋聞多次衝上熱搜，人物忍無可忍爆發，又說她作為明星太粗俗，回應沒有體面。總之說什麼的都有，趙麗穎一概不理，直至《小城大事》一回歸，依舊是暴擊。影視劇大盤流量是冷的，但不妨礙該好的依舊拉扯得起場面，遠超同期。比如趙麗穎用作品回應一切，這何嘗不是一個漂亮的翻身仗？很能理解趙麗穎選擇《小城大事》李秋平，因為不一樣。趙麗穎從不走回頭路，甚至一路超前。她演過是農工商、王侯將相，甚至每個角色拿出來都是典型。在別人打扮華麗、紅毯比美的時候，她在演和幸福，一度被笑話是在放牛，很貼合她出道以來土裡土氣的形象。結果一轉眼，她又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，和幸福橫衝直撞，奔赴好生活。許半夏更是有些不擇手段，最終成就巔峰企業，同時也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代價。唯一的共同點大概就是這些角色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戾氣，一點也不願意服輸，帶着誰就對誰。甚至因為角色父親都不好，他那股橫氣都帶到了戲外，讓戲外的親爸每每備受冷待，擔心起他新演的角色莫不是又這樣。再到《小城大事》，李秋平更加大變了模樣。導演一評價趙麗穎，她就是敢演不同的角色，不願意去重複自己。雖然跳出這個圈子會有失敗的風險，畢竟不是每個路子都那麼好走，但這對於趙麗穎來說就是她的口碑，從不重複，每個都演得特別精良，選定了就做到最好。陳明昊作為黃金配角，亦是《小城大事》建造的一把手、核心骨幹，他對趙麗穎的評價是氣定神閒。黃曉明亦說，趙麗穎特別有自己的想法，眼裡全是對趙麗穎的欽佩、贊同。趙麗穎自己也說，在現在這個年齡段，她選角色是有在進步的，所以這大概也是她為什麼這一年來都很少進組的緣故吧。走到這個程度，她已經更珍惜羽毛。如寧靜所說，她現在就是沒戲拍，因為她也不需要去耗費自己，沒有好劇本，那就不拍，也好過毀了自己的口碑。趙麗穎還不及寧靜這麼大咖位，但放眼現在的班底，也確實都是她曾經嘗試過的舊飯冷炒，味道也不會好。她是個從不走回頭路的人，從不否定之前的選擇，但絕對不會回頭。在她說話時，還有個特別的小細節，配合着說辭，她的手上依舊會有手勢動作，這個習慣讓人不禁想起郝秀萍。每一步路，她確實都走得很踏實，若非勤學苦練，也不會用得這麼熟練。去年的每一部爭議，都抱着以往的東西在蛐取趙麗穎，可誰曾想到
趙麗穎已經遙遙領先了。能成為鎮得住場面的大流量，這麼多年，趙麗穎的本事確實是旁人學不來的。